由杨紫、井柏然主演的电视剧《女心理师》开播后，口碑两极分化格外明显。这部剧的成绩从网络热度到播放量，横向对比、纵向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大概都是这次杨紫没能把剧拿起来。特别是在播放量这一块，因为平台特殊性，需要等待24小时才能从旧版 APP 看到具体数字，所以《女心理师》上线30小时之后，才有了首播播放量出炉。可能有网友不太能理解这样的播放量属于什么水平，只能说太低了，低到让人质疑。对比一下这部被酷寄予厚望的剧，作为 S 的评级，竟然跟优酷家的 A 级网剧《一见倾心》日播放量差不多，而且好像还不如后者。一见倾心是由陈星旭、张婧仪主演的民国偶像言情剧，比女心理师早半个月上线，刚开播就因为正片和剧照差距太大被骂是诈骗剧，豆瓣评分4.6，打分人数还不到2万，整体成绩非常一般。可就算这样，一见倾心日播放量破了3600万，比女心理师的3500多万多了小100万呢。到了这一步，杨紫也是被翻旧账了。还有网友提起她上一部大爆剧《亲爱的热爱的》，直言《亲爱的》首播收视率也不高，只有0.4，后面剧情好才升上去的，本质靠编剧和导演。还没等双方辩论个明白，马上就第2波更新啦，播放量还没完全涨上去。单平台网播劣势也开始显现，一旦口碑无法回升，后续热度就更难提升了。看到这儿也是挺为女心理师感到遗憾的。平心而论，在如今国产剧市场上，女心理师各方面制作都算用心了，没想到加起来却哪儿都差一口气，有了点贪多嚼不烂的意思。首先要强调，这部剧的烂跟演员没有关系，纯粹是导演、编剧、剪辑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悬浮感。所有演员讲的台词、表演的状态都很刻意，就像是 NPC 过任务说台词一样。这对于一部现代职业剧来说非常致命，让人无法相信剧中角色的专业度。然后就是剧情极其敷衍观众。第1集里有个剧情是男主需要进学校的广播站放歌，以此阻止一个女生跳楼，非常紧急。此时广播站的门是锁着的，但靠外墙的窗户是开着的。镜头语言告诉我们，男主可以从外面翻窗子进广播站。然后下一个镜头，男主推开隔壁储物间的门，桌上正好放了捆崭新的攀登绳加滑索。好家伙，当时就笑出了声。这是玩游戏过任务呢，任务物品就在手边，能不能尊重下观众的智商？最令我困惑的是后续简单交代了下，男主是这个学校的代课老师，本职工作是电视台主播，所以没有教师证可以随便去高中代课吗？女主从自杀干预中心辞职的剧情就处理得更是离奇，原因是女主之前接到了一个癌症晚期患者的求助电话，然后违反干预中心条例，直接跟求助者见面了，然后求助者为了不让自己的一双儿女知道她得癌症，就跟丈夫离婚，让俩孩子跟着丈夫，骗孩子说不要他们了。这里已经满头问号了。然后求助者死前让女主在他死后开导俩孩子，然后求助者死了，但是他子女以为是被妈妈抛弃了，而且是因为女主干预才会被抛弃，所以拉了一帮人当街开直播骂女主，然后女主因为这件事影响太大就辞职了。这整段剧情就是离谱他爸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中国人缺乏对这方面的教育，所以大部分人无法坦然地面对死亡。但是女主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吗？她怎么会不知道好好的告别这件事对于癌症患者本人以及他子女是多么的重要？就这么欺骗求助者的子女，可这个谎言总有被戳穿的一天。那时候他子女难道不会更加痛苦后悔，没有能够和母亲好好的告别，没能够陪伴母亲最后的时光吗？退1万步来说，就算子女永远不知道母亲得癌症去世的真相，但被母亲抛弃这件事，难道会让子女感觉好一点吗？以上离谱的设定真是服气了。导演编剧还真是不把观众当外人，一上来就明明白白告诉你，我这剧就是没逻辑，请不要带脑子看。挺好的，反正第1集免费，也不坑你钱，直接劝退非目标观众群体，良心剧组。
虽然是部烂剧，但还是要夸一下杨紫，她的部分完成的挺不错的。但是电视剧这种集体的艺术，可能会因为一个演员的演技被毁掉，但绝不会因为一个演员的演技被救活。一部网播剧又追求电影质感，又想维持快节奏，又要保留专业剧情，又要考虑演员戏份，甚至还得兼顾男女主感情发展，结果每一项做到极致，加起来可不就是个四不像吗？这时候也有原著粉出面发声，感慨早知如此，还不如按照小说开拍，至少不会缺话题度。女心理师原著作者毕淑敏，心理咨询师出身，小说女主赫顿在原著中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她的母亲是性工作者，早早离世，她挣扎求生，从女佣做起，经历坎坷，克服无数身心创伤，最终才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一开始网友都觉得女心理师更适合被拍成电影，因为拍成电视剧就注定会对剧情进行魔改。其实最后来看，网友的猜测也并没有错。目前上线的剧情对比原著来说，已经更改了将近80%的剧情。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除了主演的名字以及部分人的人物背景，其他基本就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了。但要说魔改最彻底的部分，还得是男女主感情线。剧版把原著成年人之间的现实情感交易，变成了从校园恋情开始的小清新双向暗恋。这一改动本质也改变了故事的精神内核。原著女主是纯粹的边缘人物，为了能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心理诊所，她干脆嫁给了身体有缺陷的丈夫。后续遇到男主播钱开义，直接就婚内出轨，被丈夫发现后，为了不失去房子而不离婚。这样看似狗血的感情线，让人深刻感受到，感情对于赫顿来说只是垫脚石。丈夫也好，出轨对象也罢，她谁也不爱，一心追求专业提升，自我救赎的同时治愈病患，精神之强大足以让人忽视她在道德上的瑕疵。整个人物形象清晰且有魅力，更重要的是有争议有话题，有关女性心理的讨论点也会更多。换到剧版感情线这边，井柏然饰演的钱开义被提成男主，还多了个原创男二跟着唱和，整体戏剧性削弱，女主其实也被削弱了。原著的女主会穿假名牌装高档，剧版的女主头顶圣光也就算了，还搞了个超能力。从后续剧透看，杨紫和井柏然之间也有不少腻腻歪歪的互动剧情，可能会吸引一部分偶像剧受众，但对期待大女主事业线的观众来说，这种剧情就纯属鸡肋了。可能有人觉得，难不成大女主和甜甜的恋爱剧情就不能兼容了吗？肯定能啊，只是女心理师这部剧没有做到罢了，什么都想要，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好。细想一下，女心理师原著感情戏并非完全没有改编的可能，可剧版只能全部推翻重来。说到底还是编剧没能彻底消化原著，既然改不明白，只能自己披着人物外壳自己写了，最后到底落入了俗套，没有任何惊喜，失去了话题点。难怪原著粉丝会觉得可惜啊。不过也要提醒一下，娱乐圈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杨紫之前就因为意外空档了许久，还是需要再来一部爆剧或者口碑去证明一下自己的。女心理师目前看起来希望不大了，那就期待杨紫下一部剧能给观众惊喜吧。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下期再见啦。